好了，今天讲讲共产党不愿意提，中国的历史课本绝对不会写的一段历史——印尼排华史。为什么共产党不提呢？因为丢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几乎是这么一个规律，每隔30来年，印尼就会杀一次中国人，几乎成为一种自然现象。第一次大规模屠杀，也是最大的一次大规模屠杀，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发生在1965年到1967年，就是我们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杀了多少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多的一次，杀了多少呢？有人说是10万，有人说是30万，还有人说是50万，更有人说是100万蒋介石说100万，这就和南京大屠杀6·4大屠杀、台湾2·28大屠杀一样，涉及到中国人的人命数字，永远没有真相。总而言之，一定是事实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印尼政府军有组织的纵容暴民，甚至是政府军自己亲自上，有组织的杀害、迫害，商店被抢，工厂被烧，女人经历了这个世界上最残暴的死亡过程，孩子、小朋友被像小鸡、小狗、小猪崽子一样、小羊崽子一样追杀，小孩们在跑后边的这些杀人魔王们在后边追一会儿我跟你们讲，老王你怎么如临其境啊？我一会儿跟你们讲为什么我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的信息有多么的闭塞，与真相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傻逼们，傻逼们快醒醒！不要以为共产党说没什么就真的没什么，因为一会儿我将给你们讲的印尼大屠杀的真相，正是刽子手本人讲。你没听错，所有的大屠杀，从纳粹到南京到6·4，刽子手是羞于启齿的，但是在印尼情况竟然相反。屠杀数十万中国人的刽子手们不但不以为耻，而且多年来反以为荣。他们不但讲述，甚至拍摄了纪录片，图文并茂、绘声绘色的描述当时自己在哪儿，在这儿，在那个街，我杀了多少人，我怎么杀的，详细的过程那么好了，第二次大屠杀，第一次1965年开始，1967年结束，第二次1998年我们就都有记忆了，因为1998年已经是改革开放了1998年你想离现在多近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1998年我已经20多岁了，我已经参加工作了。1998年这次比1965年更残暴，几千名穿着平民服装的，实际是特种部队军人的持枪暴徒，把华人社区有组织进行包围，当着丈夫的面，当着家人的面，对华人女性进行强奸、轮奸，男人打死，东西抢光，房子烧掉。1998年已经不是什么历史了，1998年几乎就是现实，所以网上都有记忆。你们如果不服你们可以网上搜一下，有照片。1998年，几十个中国人，上百个中国人，男人一排一排的赶进壕沟里人挨人挤着，就像羊一样，两脚羊一样，一个一个的被军人装扮的军人扮成的暴徒，行刑式爆头、枪杀，然后掩埋。那么他们的指挥官是谁？这几千名印尼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是谁？指挥官就是这次习近平这个猪头邀请的外国元首排名第6的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普拉博沃在1998年就是这支特种部队的司令官。所以面对穷凶极恶的印尼排华，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派军队去平乱呢？有没有派军舰带着吴京，举着5星红旗，拿着中国猪肝护照去救人呢？没有，完全坐视不管。大清和北洋政府如果看到了，
啊，会气得从棺材板里爬出来。所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清灭亡那一年，最后一年的最后5个月，墨西哥排华，咱们大清政府都能去出头，派军舰去。那您再看咱们光荣伟大正确的毛主席领导下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统治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这种事儿啊，恶劣他妈的10万倍的事儿，1万倍的事儿，会怎么弄呢？那是大航海时代16几年的时候，马来亚成了英国的殖民地，那么刚才我说的印尼就成了荷兰的殖民地。在荷兰殖民地之前，印尼是啥？印尼啥都不是，印尼叫千邦之国。印尼人自己说那个时候叫千国之国，一派胡言，他也配个国字吗？所以印尼其实是1000个部落之国，大大小小遍布在今天印度尼西亚领土范围之内那个岛啊，各个岛上都有食人族啊，有些相对文明不吃人了，有些还在吃人，有些打鱼为主，有些打猎为主。英国人和荷兰人先后到达了印尼，荷兰人占领了印尼。荷兰人起名东印度群岛。那么当时的印尼土著，就是我说的那几千个原始城邦啊，荷兰人一看，这这不猴子吗？吃肉又他妈太柴，我操，那管理他们呀，那这能管得了吗？这玩意儿他妈连语言都没有的嘛玩意儿嘛，这怎么办呢？一看沿海的地方，好的平的地方，还有华人呢，这地方有中国人，中国人在印尼当时已经下南洋了嘛，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呢，荷兰人很喜欢中国人。这个是你们完全不知道的。荷兰人到了印尼以后很喜欢中国人，因为什么？中国人高度文明，中国人当时已经高度文明了嘛，那么从明朝、清朝过去的，所以呢，勤劳、聪明啊，然后呢，有文字、懂法律，所以荷兰人很少，荷兰人就几船呀，所以荷兰人就让中国人帮着他们管理印尼这个范围。就是他的这个殖民地，你一点都没听错，荷兰人让中国人帮着他们管。这个时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上叫卡必丹时代，甲必丹时代，甲必丹，甲乙丙丁的甲，必然的必，必须的必，丹顶鹤的丹。甲必丹时代的甲必丹制度就是印尼的荷兰殖民时代的名字。甲必丹是啥意思呢？甲必丹是福建话。福建佬，我的观众们如果有福建佬的，你们用福建土话讲甲必丹，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在发一个英语 captain， 甲必丹 captain 对应的荷兰话叫 captain 就是甲必丹，就是英语的 captain 是什么？船长舰长 captain。所以呢，荷兰人因为他都是在坐着船回来的，荷兰人就封中国人为 captain。中国人是福建佬听不懂 captain， 福建佬就说甲必丹。甲必丹在印尼就形成了基本的所谓的乡村的政治单位，一般就是几个村或者如果城市的话就是几个街区，就是一个 captain， 就是一个甲必丹。一个甲必丹由一个甲必丹来管理，甲必丹就是中国人嘛，就是领导人，帮着荷兰人维持治安、清点人口、收税、行政管理，这个就去卡必丹，就是甲必丹。包括审案子、打官司都是甲必丹管他替荷兰人管的，管得很好。甲必丹都是中国人，甲必丹都是华人，甲必丹的所有的助手也都是华人，所以整个荷兰时代基层的印度尼西亚的政府就是华人政府，叫甲必丹时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你们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了，华人和土著人在印尼它就是个对立的关系。那多新鲜呀！操，那不就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关系吗？怎么可能和谐呢？说话就到了2战，印尼就开始独立了印度尼西亚在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把荷兰人撵走了，荷兰人退出，华人
就是第二波说伪军怎么办？伪军没地儿去啊，而且伪军人多呀，伪军迅速填补空白。就是华人在印尼独立的时候并没有被排啊，1945年华人还是好好的呢，顺利的控制了这个国家，因为本来这个国家就在甲必丹控制之下。但是啊，坏消息是，中国共产党篡政成功了。1949年，也就是说与印尼几乎同步啊，1949年中国赤化了，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的华人吃瓜落了。所以网传的那个原因啊，就是印尼为什么排华，是因为印尼排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信啊，包括我小时候都会信。印尼排华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会做生意了，勤劳、勇敢、文明、精明，而且勤劳。印尼当地人太懒了，我们中国人会赚钱，所以被印尼人嫉妒，因为嫉妒大于仇恨，最后变成了仇恨。所以印尼话里边都有个俚语叫中国脸啊，中国脸的意思就是有钱人，所以必然导致排华吗？原来是这样排华，一派胡言。马来西亚怎么没排华呀？新加坡怎么没排华呀？一派胡言。菲律宾怎么没有杀那么多的华人呢？都是南洋啊，为什么？泰国怎么不排华？那都是中国人有钱呀。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共产党闹得欢啊！50年代印尼共产党越闹越凶。那么作为共产党母国的中国人，看到当时印尼共产党越闹越凶，而且受到了印尼政府的支持，所以中国人耀武扬威，纷纷把毛主席像挂到了自己家的门口，作为镇宅之宝。本来就是欺压土著人的统治者，你还加上了中国后边的那个中国啊。先说1965年吧，记2个名字。说到印尼排华史，一定有2个名字，一个叫老苏，一个叫小苏，2个印尼总统，第一任、第二任。第一任印尼总统叫什么？叫苏加诺，我们管他叫老苏。第二任印尼总统叫苏哈托，咱们管他叫小苏。俩都姓苏，但不是父子，政治立场完全相反。老苏、小苏，这个老苏苏加诺是印尼的国父。就是他领导1945年印尼人跟荷兰人闹独立啊，赶走了荷兰人。他也是印尼建国之后的第一任印尼总统，他是亲共的，也是亲华的。他跟当地印尼的华人甲必丹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就是苏加诺。所以你可以理解成苏加诺是第2阶级，就是伪军这个阶级的代言人。所以那么第2任总统小苏苏哈托就完犊子了，一会儿我再讲啊。那苏哈托是正好相反，他是第3阶级的代言人啊，2次排华都是他干的。那么再说独立啊，说起独立，先说独立老苏苏加诺。老苏1945年独立之后啊，在这样的一个烂国家，他必然成为独裁者啊，他就变成了永久终身制大总统啊，一直从1945年干了20年，干到1965年啊。他还是印尼总统苏加诺。当时印尼共产党的总书记叫艾蒂，爱卿的爱，地平线的地。艾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蒂啊，自称自己是毛主席的小学生啊，毛主席就是他的老师。5次飞到北京觐见毛主席，每去一次，毛主席就给他钱，给他枪，给他银两，给他女人。然后毛主席太享受这种所有的人都来围着我转的感觉了。哎呀，什么他妈的，这个国王啊，那个什么的，那个总书记啊，都叫我导师，都是我的小学生啊。所以呢，还给了艾蒂中国科学院荣誉会员的称号啊。中科院荣誉会员是给了艾蒂。新华社出版《艾蒂选集》，艾蒂选集和毛泽东选集一起摆在新华书店卖。马恩列斯毛艾，结果艾蒂他妈出师不利，被后来啊，就是排华开始之后，被小苏打死了。打死之后呢，毛主席很伤心呐，毛主席做了一首诗，叫《卜算子》，悼念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蒂同志。
哎，好吧，这是真的啊！哎，1965年12月，我操，这个毛主席爱丽丝被打死了，说写首诗。中国和印尼的亲密关系一眼可知啊，所以老苏如此纵容共产党，哎呀，亲共搞独裁，得偿所愿。怎么个得偿所愿法啊？从1945年到1965年这20年，就像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定会发生的一样啊，印度尼西亚经济每况愈下，老百姓在荷兰时代是挺富的啊。印度尼西亚，你就跟今天的泰国啊、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是一个经济水平的。结果这20年亲共，印度尼西亚老百姓变成了穷人、穷国，生活水准远远不如荷兰的殖民地时代，老百姓不满。那么作为军队，军队里边大部分也都是本地的土著人，军队里边也滋生了青年军官的不满派。军队里边还有一些以前留学过西方的、荷兰的、日本的军官，这些人对于苏加诺走上错误路线，跟着共产党跑，十分不满。于是矛盾终于激化。1965年，苏加诺得了病，独裁了20年的独裁者苏加诺老苏啊要死，要病死了。那反共势力就是军方啊，军方的反共的将领们和老百姓啊，议员们就密谋。1965年9月底，印尼的中将叫雅尼，还有他的国防部长叫纳苏蒂安，这是军方两个头，秘密开会说苏加诺已死，咱俩带领军队一支大军进行戒严，抓捕共产党，消灭共产党，接管权力，从此成为亲西方的国家。好，结果呢？没想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我操！共产党有情报网，知道了。知道以后，共产党决定先下手为强。共产党也有军队呀，共产党印尼军队里边也有共产党指挥的。那么最大的头是谁呢？总统府的卫队长，就是苏加诺的卫队长，是印尼共产党的在军队里的最高的领导人，叫翁东。翁东是个中校，也是个印尼共产党。于是翁东中校先下手为强，把拥有兵权的雅尼中将和刚才那几个国防部长还有5个高级将领全部抓起来了。抓起来未经审判啊，没有经过法庭审判，直接枪毙，拉到后院枪毙，非常印尼和共产党 style。他这一枪毙，印尼共产党和印尼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矛盾白热化。这个时候的印尼共产党虽然掌握着少部分部队，但是呢，也只能是掌握着一些小小的部队。他可以就跟1927年中共一样，他可以搞一个南昌起义，他可以搞一个秋收暴动。但是你要是说让他搞全国性的这种对抗，他打不过国民军啊，所以呢，不能大规模的跟国民军对抗。这时候有一个将军站起来了，年轻的将军小苏哈托，他当时是少将，陆军后备部队司令。为什么他站起来了呢？他仅仅是个少将啊，苏哈托，他怎么能说了算呢？很简单，因为苏加诺的那个翁东啊，就是司令官，把比他官大的、比他资历老的反共的军官都枪毙，后院枪毙了。清洗了一次之后，苏哈托就变成官最大的。于是，在9月30号这天，他发动了史称930事件的政变。930政变，苏哈托少将成为印尼军队里边的最高领导人啊，自己宣布自己为印尼陆军最高司令官，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总统，并且宣布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清剿共产党。共产党为非法犯罪集团，所有的共产党都要被杀掉，抓起来，全国剿共，并且苏哈托小苏宣布，不单要清剿印尼共产党，还要清剿印尼境内的支持印尼共产党犯罪集团的境外势力。你看是不是听特熟？
境外势力，那个时候的印尼的境外势力就是中国，所以那中国人就都吃瓜落了，华人、中国人都吃瓜了，就是一朝之间、一夜之间就从统治阶级变成了他妈的叫落水狗。本来印尼土著就恨中国人，因为你比我高啊，那么奈何你中国人控制着他妈政府，你又控制着军队，没办法。好了，现在军队哗变了，军队站出来了，鼓励排华，大广播，所有的外国人都要被杀掉。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根本不是我们印尼人，华人就惨了啊！印尼人头脑非常简单，因为他是未开化民族嘛，他非常简单，他就认为华人都是共产党啊。我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很清楚谁是华人。哎呀，你们因为华人搁哪儿都有钱，这是第一。第二，华人搁哪儿那边的福建华人搁哪儿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了钱以后回乡盖小楼去，所以他们经常回中国。哎呀，那你这不太简单了吗？这不就跟满清屠城一样了吗？那不留辫子的全是汉人，就杀了他就是了啊。所以呢，印尼人非常简单的识别就是华人既是共产党啊，你不是说要杀光共产党吗？好了，我们就杀光华人好了。哎，绝对不会冤枉的。为什么？因为你看，所有的华人家庭里面都挂着毛主席像啊。哎，你以为1965年毛主席像只在中国挂吗？哎，印尼所有的华人家里都挂着毛主席像，所有的华人组织、华人商会、华人同乡会都挂着毛主席像，都有毛主席像、毛主席画。我操，我们就杀了好了。所以从1965年10月930事件开始，从10月1号开始，印尼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爆发了针对华人的有目标的种族屠杀。所有的华人商店，哎，崔 mansion， 谢谢你啊，崔豪宅啊，祝你发大财啊，来吧啊，那个华人就遭受了灭顶之灾啊。那么国民党蒋介石那边啊也是大肆宣布啊，说他妈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他们中国人都给坑了啊！国民党蒋介石大肆宣布啊，所有的共产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现在好了啊！你看你们清共，结果都被屠了，2年杀了100万。蒋介石说2年杀了100万啊！当然这个是没有一个严肃的统计数字啊。1967年10月，小苏宣布和中国断交，关闭所有的印尼范围的中文学校，禁止使用中文，禁止使用中国姓，禁止过任何中国人的节日，不许过春节了。印尼很多年以后，尘埃落定，鲜血已经滋养出新的草木繁盛之后，记忆似乎冲淡了。在2013年左右，有一个导演拍了一部纪录片啊，这部纪录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入围。这部纪录片叫《The Act of Killing》，The Act of Killing， 台湾翻译成我是杀人魔，香港翻译成杀戮时光或者杀戮时刻，我忘了香港译名。英语的原片是英文的，英文原片的导演为了拍这一部伟大的作品，特意学会了印尼语。那么这个作品的英文的 The Act ACT 行动 of Killing 杀，所以这部片子内统计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呢？50万到100万，其中至少被杀的30%啊，就是60%，就是50万的话就是30万是华人，100万的话就是60万是华人，都是至少啊，至少。为什么是至少？没有统计办法，没有统计数字，没有人会去统计，它是一夜之间，就像8月15杀鞑子一样。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这个记忆，就是所谓的8月15杀鞑子的记忆啊，一夜之间针对于元朝的统治者进行屠杀。那么印尼就是这样，哎呀，930之夜杀华人，杀了多少中国人？没有人知道。所以当时的排华，印尼排华，1965年到1967年就是这样发生。
近乎于原始状态的野蛮的、没有文化的这些简单的印尼土著人，在所谓反共的这样的一个英雄的加持下，就以正义之名行魔鬼之事，杀了不计其数的妇女儿童。那么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什么态度？你在印尼点起这么大的麻烦，冲天大祸，你什么态度呢？中共开始不知道啊，因为小苏一夜之间变天，没有通知共产党啊，因为老苏都不知道他是搞的是政变啊。印尼又不发达，通讯又不发达，直到中国共产党看了澳大利亚的新闻报纸之后，才知道印尼变天了，操！我们所有的布局全完了，那撒的所有的币都白撒了。外交部严正抗议。大家知道，在外交关系上严正抗议的意思就是我不出兵啊，这就是扯淡。为什么？因为以当年中国共产党的狗怂状态，1965年毛泽东的搞的文化大革命的狗怂状态，他有一艘军舰能开到雅加达海岸边吗？我问你，196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海军，有他妈一艘船能像大清北洋舰队那样开到墨西哥湾去吗？你们他妈搞海军呢，你们自己心里面不清楚吗？国家被你们搞成了什么操性？你们那个鸡巴军队只能守在近岸欺负老百姓，所以对内封锁消息。中国所有报纸不登这事儿，排华不知道事儿。老百姓在1965年，中国人在印尼被杀的时候，中国老百姓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么国际社会怎么回事呢？文明社会怎么回事？二战之后不是分了2个阵营吗？苏联阵营跟中国臭了，不说话，看你热闹。西方阵营呢？西方阵营当年是冷战最冷的时代，提共产党如提魔鬼，所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不但不说话，包括蒋介石，还暗中武装印尼的小苏，给钱、给枪、给军队，帮他们屠杀印尼共产党，杀光印尼共产党，还给名单 CIA 亲自出马，给印尼的反叛了的军队提供印尼各地共产党的名录，让他们按图索骥，不要放过一个。所以无论是东欧阵营还是西方阵营，根本就背过头，甚至是帮助凶手。所以为了消灭东南亚的另一个共产党大国，所谓印度尼西亚未来赤化的可能性，必须支持印尼暴乱，杀光共产党，同时牺牲了中国人怎么办？那没办法，谁让你们跟他们傻分不清楚呢？所以到了1966年4月，杀的实在是没完没了了，已经杀了半年了，还没停下来，怎么办？中国政府当时安排外交部长陈毅致电印尼外交部，要求印尼组织船只把愿意回国的中国人、华人、印尼华侨遣返回国。结果印尼政府根本不屌你，我派船凭什么呀？你们要想接，你们自己派船。于是中国政府陈毅外交部长派了一艘客轮，叫光华轮，分4次，每次运1000人，一共接回了4000人。偌大一个中国，到处支持人家闹革命，真正去护侨了，一艘军舰开不出去，开出去接人的客轮只能开出去1艘，往返4次接回来了4000人印尼华侨，安排在了祖国各地以福建海南为主，其他地方也有。虽然华人损失惨重，但是即使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华人进行了经济政治上的限制，但是到了90年代，整体上印度尼西亚华人这个族群依然是最富有的，比本土人有钱的，也比本土人土著人文化程度要高。那么所以印度尼西亚这个烂国家，大家知道，它只要是独裁，它只要是这样一个状态，它就不停的是政府腐败，人民贫穷，两极分化。那么作为华人，印度尼西亚终于迎来了第2次被屠，这个时候就是已经有正式外交关系的1997年、1998年了。
1998年，因为东南亚经济危机，印度尼西亚货币贬值，损失惨重，扛不住了。那么金融风暴导致印尼百业萧条，失业严重，通货膨胀严重，食品短缺，挨饿了。小规模的骚乱就像今天一样，在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发生。印尼的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和今天的状态一模一样。直到这97年就开始了，到98年5月12号，黑色5月了。到5月12号，4月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叫唐家璇，刚刚访问了印尼。唐家璇当时答应援助印尼4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印尼克服经济危机，所以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时印尼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没想到一旦开始暴乱之后，人民、土地这个和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并不会考虑上层之间的关系，所以直接对着华人而去。5月12号，雅加达特利刹蒂大学大学生集会要求小苏，就是苏哈托，那时候也变成老家伙了，下台。警察开枪打死了4个大学生，成为黑色5月的导火索。印尼全国范围开始大规模的无政府状态，打砸抢。这个时候打砸抢的目标又是华人了，因为华人又最有钱，所以这个时候这一次90年代这一次跟共产主义输出革命没关系。90年代这一次就是印尼穷人穷红了眼，对所有不公平的、所有贫富分化的进行无差别的攻击。印尼在98年这次排华，他的屠杀华人的原因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一样的。你比我们有钱，你控制了我们的经济命脉，因为你们更加的无耻，因为你们太无耻了，你们放高利贷。于是呢，跟20多年前的930之夜是一模一样，黑色5月砸华人的商店，烧东西、抢东西，强奸华人妇女，杀死华人男性，持续了半个月。这次事件倒是没有像1965年930事件那样杀死50万人没杀死那么多人。印尼官方警方统计说杀死463人，受伤69人。NGO 组织统计，国际 NGO 组织统计，4000家华人商店被砸，1000家华人家庭被放火焚烧，死亡华人人数2244人，当众强暴轮奸168起。也就是 NGO 组织、非政府组织统计是2244人。那么这个时候，所幸冷战已经结束西方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所以国际社会纷纷谴责印尼。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了对印尼的1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加急批准了7000名印尼华人的避难申请，给绿卡，给避难签证。美国13个大城市抗议保护华人，抗议印尼针对华人的屠杀行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纷纷谴责印尼的暴行。泰国首都曼谷、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支持华人的示威游行。香港人在铜锣湾印尼领事馆门前游行，用石头砸了印尼领事馆。泰国、新加坡、加拿大、荷兰、台湾都开始接受印尼华人难民。直到今天，我们加拿大还有一些华人面孔不会说中文的，只会说印尼话的，就是那一批98年的印尼难民。大量的印尼华人在98年有机会离开印尼只要你想跑，给你签证，发达国家，包括台湾那么中国大使馆当时怎么办呢？唐家璇当时怎么办？江泽民当时怎么办呢？只帮助了300名在印尼旅行的中国人。对于已经入了印尼籍的中国人前来求助的，大使馆一概不管。有华人向大使馆求救，
大使馆回答说：“你们是印尼人啊，你们已经印住了印尼国籍，我们中国不能干涉印尼内政啊。”所以1998年，这是江泽民的一个败笔。江泽民当时当政，老江讲究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特意指示印尼大使馆不要干涉印尼内政。相比之下，1965年那次中国陈野时代，至少还是严正抗议，派船来回4趟，接回来了4000个侨民。1965年到他妈1998年，30年以后，江泽民这个老儿还不如毛泽东，连一次谴责都没有，连一次抗议都没有，一个人都没往回接。所以外交部当时表现叫十分关切，十分关切就等于他妈的无所谓，我操，你看着办吧，十分关切。真是没办法，不出所料的啊，中共也是低调处理对内封锁消息，不表态啊，国内不知道印尼排华的消息啊。1998年封锁消息，但好在1998年还没有互联网防火墙，所以我们当时都知道，我们气得够呛，没办法。所以这段历史呢，中共不提，印尼当然也不提，教科书两边都不写，所以到今天，印尼青年并不知道这些事儿。所幸的是，朗朗乾坤，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公益组织的。2016年，荷兰海牙国际法庭裁决，印尼政府在1965年犯下大屠杀和反人类暴行。法院同时宣判，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是这次暴行的帮凶共犯，因为他们向印尼政府提供了武器和名单，支持印尼政府对华人所谓的共产党嫌疑者进行屠杀，是屠杀共谋。当然，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他的宣判没有任何约束力啊，不了了之了啊。直到今天，还有大批的中国人去印尼学习，去印尼旅游啊，巴厘岛潜水天堂，海水沙滩非常好，冲浪圣地，物价便宜啊，中国免签，去的中国人很多，但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印尼有一个规律，就是逢乱必排华，逢乱必排华。所以印尼的暴乱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暴乱又开始了，它30年一轮回。这一次的导火索是什么呢？这一次导火索又是贫富分化，又是大学生上街，跟98年是一样的，其实跟65年也是一样的。又是因为议会的议员工资远远超过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开始上街，警察镇压、开火或者开车撞死撞伤学生或者外卖小哥，打死打伤学生，撞死外卖小哥，然后失控，一旦失控，那是必排华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这段印尼排华历史，知道印尼排华的真实的原因啊。好了，今天又2小时了，就这样吧啊！30年之约太糟心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啊，或者我们中国人想强大，想富的同时又强，一定不是我们阅兵的时候有多少先进武器，而是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做主的政府。你的人民，哪怕是你的侨民，哪怕是你的同一族裔的人受了欺负，你都得派兵去，你都得去他妈的做个娘家人，你得他妈的腰杆硬起来。说句公道话，你不能他妈对内封锁消息，对外严重关切。这种政府是不配为政府的，因为人民选你们当政府，不是他妈对内镇压，对外媚外的，而是他妈对外给我们长面子，给我们出头做主，对内要给我们带来繁荣的，带来秩序的。